報告。捜索数も一っ子一人おらず、犬さんもいません。食料を探せ。町中の民家を壊してでも探せ。食料を探してこい。はい。報告。白湯宮殿。集合せよ。公安へ戻る。营长，营长，怎么了？市长让咱们营从阵地上撤下去。为什么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把我从战场撤下来，我还不能问为什么？李本忠啊，我看你就没有从失去媳妇儿这悲痛中走出来。师长，能走出来吗？一个大活人呢！我看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曹协领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358团，3天3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3天3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都是红的。那不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儿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那就是106师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6师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来看看，我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
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メス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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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う押すな。待て待て、人数分ある。下がれ、人数分ある。待て、落ち着け、落ち着くんだ。争うな、落ち着け。牛の誇りはどこへやった。ああ，下令开炮，给我狠狠的打！营长，听东京东边打起来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2个小组，在边防场集合。是。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快！你们跟我走。 走。快跟上！快点！将軍殿。信軍は突如四方から猛攻を仕掛け、特に東方の敵はすでに我が第一防衛線を突破しました。しかし勇猛な我らが兵士はすでに第二防衛線を築き、現在少数の敵が村に侵入するのみです。サイド支隊は帰還したか。すでに公安へと戻り、おそらくは棟梁道場かと。命令だ。111団は予備役を動員。村に潜む信濃軍を殲滅させよう。はっ。营长，我们迷路了。
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走。 马上到棉纺厂了，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墙，我们必须先把他拿下。来，我告诉你们，去吧。 おい、見てこい。何事や。上。去，把最后被文件包的那个给我拿下。是，走。更激烈的炮火在西方炸响了，他们向西突围了。对，命令部队避开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是。营长，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到了。有没有伤亡？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不错，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会说中国话吗？不会，那不是个废物。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带下去。是。这个图还是有用的。营长，你看出什么了？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方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营长，你说怎么打？这样，这面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是，保证完成任务。何？敵の攻撃が激しい。包囲の危険があるなと。陣地を縮小。3個連隊で一陣を守備。一陣を持ちこたえさせろ。快！一会儿他那边打响了，咱们就上。好。快上！营长，打起来了，上！
任务完成了，撤吧。撤！撤！薛长官，高安镇我们全歼日寇一个连队，击毙连队长小林雄一。从灵到伏击，我们也给左支支队以沉重打击。借着老天的帮忙，连下大雨，我们的2条腿跑赢了日寇的机械化，彻底扭转了战局呀！接第15集团军，关司令。喂，关司令吗？薛长官，电话。关兄啊，我是薛岳，您的情况怎么样？薛长官，虽然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伤亡也不小，但汨罗江阵地还寸头维持。好，东线的战斗已经打响，而且取得了初步战果。罗副司令长官已经把敌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牢牢地摁在了东线，所以你不必担心敌人左翼的支持。可正因为敌人东线受阻，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正面强行突破。接下来，你的压力会更大呀。请薛长官放心，我第15集团军所有将士有信心坚守阵地，一步也不后退。好，关兄，我预祝你全线告捷。怒る平家は久しからず。中井良太郎には失望した。106師団も公安からすぐ撤退していれば敵の包囲から逃れたものを。今回の哲学との戦いで私は2つのことを見ようとしていた。一つは湘北から岳南への移動に5日はかかると踏んでいたが、奴らは2日で移動した。逆に我々は3日続いた大雨で行動が大きく鈍った。ここでは神も奴らに味方するのか。もう一つは羅卓兵が偽の情報を流し、106師団とさえ出したよう引き離したことだ。中国軍も戦争がどういうものか分かってきたようだ。諸君殿、我々はどう手を打ちますか。東側が大きな攻撃を被っている。第6師団と奈良市隊で敵軍への総攻撃を行う。ベギラ港の防衛線を突破せよ。はい。待て。もう一度言う。東側の不利な状況を挽回するのはこれしかない。瑛太。上村支隊が瑛太を落とせば第15師団軍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我が軍は東へ移動する。上村支隊は日没までに瑛太を落とし、敵の第15師団軍を背後から攻めろ。はい。吃点东西吧。日寇吃什么？日寇吃饭。我知道他们吃饭，还有菜，或许是干粮。我问的是，他们长途跋涉，10万大军每天得吃掉10几万斤粮食。没错。如果是你，会在哪儿建立补给仓储呢？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但是他们有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营田。营田。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在营田建立他们的补给仓储。柏林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10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10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
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柏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怎么了？面。哦，面。報告します。上村支隊がエータを落としました。什么事儿？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2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营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崽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令。是。喂，是。薛长官，委员长电话。委座，我是薛。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委座，营田一线确实是直辖布防漏洞，营田失守，直辖难辞其咎。但直辖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委座放心，直辖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请委座示下。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撤离到衡阳一线，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15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委座的意见，直辖不敢苟同。直辖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委座此言谬也。他的谱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柏林兄，你息怒啊！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委座，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委座。喂，我是陈诚。陈长官，我是吴一志。柏林兄要给委员长道歉。委座，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算了，我不用接了。委座，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陵一点面子吧。明天一早，我让剑生辞修飞抵前线，聆讯战况，传达命令。他也摔了我一回。没事儿了。辞修，剑生，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陵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依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请委座放心，知下一定不辱使命。慈幼兄，柏林兄，好久没见呐！好久没见呐！薛长官辛苦了。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哎，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聆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好，这是参谋长。白长官，辛苦了。长官辛苦，请。请。敬礼。柏林兄，都是老兄弟了，就不用客套了。是啊，都是老朋友了，不要客套。请坐。咱们抓紧时间讲正事啊。参谋长。是。我先向二位长官汇报一下战况。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4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营田登陆，直逼长沙。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好。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15集团军，所以，我让第15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15集团军的后背，而15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15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敌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你接着说，白长官。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5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同意。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比1，这能和强敌抗衡吗？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4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利，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伯连兄，我想仔细的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3乡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1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刀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6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白长官，你什么意思？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
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伯灵兄，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6战区，下接两广的第4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2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伯灵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白长官就看不出来。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那就请2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伯灵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敬礼！薛长官，应天失守，如果第15集团军关林征部被日寇前后夹击而溃败，长沙就危险了。敌人偷袭营田，抄我后路，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命令前面防御的第37军、79军脱离正面战场，进幕府山，出大云山，绕到第6师团的后背，去截击他的辎重补给。这就等于打开了第2道防线，日寇可以直取长沙。我们不是还有8个预备师吗？即使敌人到了浏阳河，我们也有余力再次与敌人决战。这是一招险棋，万一点不中，整个战局将无法挽回。我知道这是险棋，可事到如今，只能险中求胜了。时间，关键是时间。只要赢得时间，罗卓英部就能击溃他们前面的106师团，我就能从赣北抽兵，从侧面攻击敌人正面的第6师团。这样，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略构想就能实现，我们整盘棋就活了。命令73军彭卫仁军长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敌于汨罗江北岸，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出湘军的威风来。多阻击1天，我们就多一份胜算。还站着干什么？快去下命令。是。およそ戦いとは、対峙する時は正攻法、勝つ時は奇襲で。我が騎兵上村支隊は道帝湖から瑛太へと攻め込んだ。
瑛太の次はベキラ港、龍陽港へと向かい、重慶軍の背後へと迫る。哲学がどう出るか見ものだな。瑛太は公園部隊の基地として使えます。補給物資を蓄え水路を使って前線へと送ることは可能です。補給は戦争の命綱だ。前線への補給通路確保のため、瑛太に補給倉庫を作れ。将軍殿、支那軍は背後を包囲されたと知ればすぐに自滅します。例えば昌福海戦、三成石航海戦はまさにそうでした。我が軍はすでに主導権を握っており、調査はもうすぐです。命令を下す。第六師団はベキラ港を越え、上村支隊と挟み撃ちにせよ。重慶の第15集団軍を壊滅させろ。将軍殿、対岸の敵は抵抗激しく、我が軍は8度攻めるもここは叶いません。我々の歩兵連隊はなぜまで来ない？道がぬかるみ、歩兵連隊は遅々として進めないのです。もう雨は上がったではないか。西が品地に破壊し尽くさ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勝負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あまり支那軍にこだわるな。全速力的我进め，还有别的工作做。嗨，要我从防线上撤下2个军去爬幕府山，这不是让我主动向日寇打开大门吗？这是什么狗屁战法？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关司令，开战前薛长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79军和37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 去截击第6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6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可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1000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只怕等我2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 你就服从吧。不，你告诉薛岳，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去哪里？军事法庭。喂，军总。关司令，我彭为仁，我要撤走37和79 2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6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2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我现在担心的是，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为仁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
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2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听着，执行命令。2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2位长官骑马了。好，先生啊，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3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啊。行吧，行，去看看吧。长官到！敬礼！立壁！73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哎，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是的。害怕吗？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1枪以后，我就不害怕了。为什么？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10几次强渡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毛耳洞。您看。3乡抗战，第8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伯灵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3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他好像没说什么。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伯灵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还派我们2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哦，这么说，委座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委座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伟作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柏林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当然，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缠斗？对，缠斗。你这2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比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要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柏林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伟作。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你我还用谢字？哎，柏林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本地的黑茶。黑茶？对，黑茶。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几块？2块足矣。我给你3块。哈哈，我这儿多的是，我天天喝。好。建生和慈修的报告，大家刚才都看了。长沙是守还是弃？你们各抒己见。我不是军人，只是从政治上着眼，长沙绝不可放弃。那么就说说你不可弃的理由。文熙大火之后，长沙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瞩目之地，其政治影响远超一般的省会城市。不战而弃守，其政治影响将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2位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3项的民心士气可用。薛岳将军关于进犯之敌是孤军之言也极为精确，所以我认为足可以在长沙一带与敌一战到底。我还是坚持放弃长沙。第一是因为敌强我弱，第二，长沙第9战区拥有国军1/4的精锐部队，万一战败溃散，将使全局动摇。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长沙和敌人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应该依照既定的战略放弃长沙。我刚才说过，我不是军人，当然更不是军事家。我只是想从逻辑上请教一下白总长。战争无非是胜败两途，在长沙与敌作战是孤注一掷，败不得。那么难道到了衡阳就不是孤注一掷了？我看也败不得。衡阳一失，
国土更多的沦陷了数百公里，离重庆更进一步。那么按此逻辑，什么地方才能与敌决战呢？诸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薛伯灵认为，长沙之战其实并不是决战，而是要与敌缠斗，并不要求大胜，只是想破敌败退。这个想法倒是符合实际。一场缠斗不求大捷，能使敌无功而返，那就是胜利。诸位想想，自抗战以来，敌人攻一城，我们弃一城，还从来没有迫使过敌人无功而返。要是长沙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胜。今天的会议就议到此，散会。林伟，有急事吗？校长，英国来电。 Since Germany's invasion of Poland on September 1, our main task is to win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Japan will not enter the war in Europe, as it is currently focused on the incident in China. In fact, they want us to give up our interests in China. The thing that concerns me is how long can China's Chongqing government exist? We cannot put our hopes in a nearly sunk shi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Japanese War in July 1937, I figured at most, China could last for 6 months. But to their credit, 2 years on, China will continue. But since the beginning, they've given up Peiping, they've abandoned Shanghai, Wuhan, Guangzhou, and they continue to do so. China will eventually be defeated. You cannot revive this dying old man. We need to remove our troops from China. We cannot allow the Japanese to dictate our sphere's influence in Asia. We must not abandon China too quickly. Britain cannot afford another enemy in the East again. As long as Japan doesn't violate our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we may consider a compromise with Japan. Well, to our old friends, the Chinese, that may not seem very moral of us. Please remember, there are no eternal friends between nation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可恶！真的把我中华民国当成任人宰割的羔羊？立即接通薛伯灵电话。是。韦总，薛伯灵电话通了。伯灵，我就是要正式向你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你在长沙与敌缠斗之策，先打击那些向长沙孤军突进之敌，迫使日寇无功而返。我们就是要让国际上那些政客看一看，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德国的进攻，英法两国完全处于守势。这条马奇诺防线已经成了生命线了。今天的被动呢，英法完全是自找的。在慕尼黑的会议上，把东欧出卖给了德国，养壮了老虎啊！总是有
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今天，在东方的战场上，英法又想故技重施，牺牲中国，以换取他们和日本交好。在最近的英日谈判中，英国就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我看了有关情报啊，东方慕尼黑阴谋，在英法两国真是甚嚣尘上啊！这些投降派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的抗战是不可能坚持到底的，因为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军队鲜有胜绩，因此保卫长沙这一战，中国必须打好，必须打胜。我们要用一场胜利来粉碎英美法投降派的谬论，并争取英法能够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就国内形势而言，也必须打赢这一仗。打赢了这一仗啊，不仅能够坚定抗战的决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已经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给汪精卫的投降派以有力的打击呀。我长沙八路军通讯处彭中华来电，说蒋中正已经改变了策略，并且给薛岳下达了坚守长沙的命令。国民党终于统一思想了。好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长沙的保卫战已经到了双方焦灼阶段。朱老总，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也要在敌后展开大动作，以策应长沙战场。我活动在鄂豫边的新四军李先念部，正在做这样的准备。命令李先念，以最快的速度向武汉靠近，寻找机会，袭扰武汉守敌，牵制敌军，策应长沙。諸君殿、航空偵察隊の報告では、哲学は第15師団から2つの軍を引き入れ、幕府山へと移動。我が第6師団の背後へと回り、移動途中の補給部隊及び砲兵隊を攻撃したようです。ですが、敵が攻撃しては退散と、我が軍はこのような戦法に慣れておらず、戦場で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続けろ。はい。我が33師団も苦戦を強いられており、副伝令防衛線を突破して以降、平行剣山へと入りました。本日までに10日経ちましたが、やはり敵の要戦部隊からの強い抵抗に遭い、前進しかねております。また江南の106師団と斉田師隊は目下周水を守っておりますが、補給が困難であり、一日の食事もさつまいも一つで戦力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ます。現在唯一優先なのはここ湘北で、我が軍は第15集団軍へ攻撃を仕掛ける準備があるも、しかし敵の抵抗もなかなか手強く、我が軍の動きも非常に遅く、目立った効果はありません。補給は戦場で最も重要だ。重量武器の輸送ができず、食料の補給もできないとなれば、戦力が落ちるのは目に見えている。백이라고さえ越えられんのか。幸いエータを占領しており、我々は水路を使っての補給は可能です。ここは我々の唯一の生命線だ。
上村下へ攻撃速度を落とすよう伝えろ。水路による安全経路の確保だ。はい。上村将軍にすぐ伝えます。報告。百毒師団より宮殿。はせ。両松枯渇、戦力が低下。また敵軍四方は包囲され、突破が出し援軍要請。師団一つと下へ3万もの兵力が全滅するというのか。第33師団は養親部隊から逃れ福石嶺へと回り106師団と斉田師隊の革命を解け。106師団と斉田師隊は岳南方向へ進み33師団と合流。敵を潰せ。薛长官，我军成功阻击了敌人的重武器部队，使正面进攻的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冈村宁次想夹击我第15集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还有别的要报告吗？没有。我从正面防守抽调了2个军，只留下了那位别着草鞋来开会的彭卫仁的1个军防守正面。我估计最多只能守2天，倒野四郎就能突破汨罗江。可是到现在，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单靠彭卫仁1个军2万之众，恐怕很难做到吧？哎呀，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薛长官啊！少来这套。说，是这样，当时要抽调2个军，这个关令正就耍了个心眼儿，把最有战斗力的2个师给留下了。这个混球！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起作用了。虽然关令正有抗命之嫌，但是外打征朝，就算是他将功补过吧。将功补过啊！他何过之有啊？他没有100%执行薛长官的命令。我还没有100%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嗯。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报告，赣北急电。念。我部已将敌106师团左支支队2万人马包围于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粉白岭，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1个军来。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湘北吧？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8军李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8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这就叫运动战。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2双鞋。是。哟，李军长。罗长官啊，据我所知，你的32军从右翼，49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6军呐，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
正在下，纵深穿插。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热闹吧？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你老先生亲疏有别。李军长，我真没有亲疏有别，我是没那个胆量指挥王牌军呐。你这什么意思啊？哎，李军长，那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这个薛伯龄，你是个神经病！李军长，罗长官啊，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啊，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他要真有毛泽东那2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黔驴技穷。报告，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好，下去吧。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可以啊，念。好。命令第8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3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若有延误，军法从事。命令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中井良太郎は何をしたか。打卓へに砲車を寄って。包囲網を突破した部隊もあります。第33師団とは交流できましょう。すでに一つとした一つが完全に戦闘力を失ったんだ。第33師団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どうにもならん。4つの経路のうち2つを失ったんだ。この戦いは勝っても喜べんな。将軍殿、調査さえ落とせば一部の失点は取るに足りません。天気が良くなってきた。飛行部隊第1弾第2弾は前期出撃。敵の陣地を攻撃。息の根を止めてやれ。第6師団と奈良支隊は飛行隊と協力し、3日のうちにベギラ港の防衛線を突破し、上村支隊は第6師団がベギラ港を渡るのを待って第15集団軍の背後を避け。将軍殿、敵は正面が弱いため奈良支隊を調査へ向かわせ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節学ではあと8つの師団が予備としてある。一支隊に危険を冒させるのはまずい。今は重慶軍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ろ。第15集団軍には蒋介石の息子がいるはずだ。ここを潰せば中国軍蒋介石政権の息の根を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の後一師団2支隊5万の兵力で調査を落とせ。節学に8つの予備師団があろうが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前進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ん。薛长官，东线告捷，我们可以把东线的部队调过来进行湘北决战了。要不要马上让罗哲英挺进湘北？不用，敌人残部在赣北还有3万多，不能掉以轻心。罗卓英不用来，李玉腾来就够了。
李玉堂到哪儿了？李玉堂来电说，仅半天时间，他们就走到这儿。哦，那按这样的行进速度，他们至少能提前半天到达指定区域。对。可是，现在天已经放晴了，日寇又可以动用飞机来轰炸了。接下来的几天，彭卫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保卫自己的老家，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子底下作战，湘军能够顶得住。我が砲兵隊装甲部隊はなぜまだ到着しない？将軍殿、砲兵隊と装甲部隊は信濃軍2隊に無数の遊撃隊に包囲され、進軍が遅れています。何としても明日までに渡航を完了せよ。これは命令だ。はっ。落とせ。一気残らずだ。汨罗江防线多处失守，73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撤什么撤？命令关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提头来见。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关林征将军急电，汨罗江防线失守。汨罗江失守，要是这么打下去，
参谋长。念。怎么了？薛老爷子，谢师。 把夫人接到司令部来。是。给委员长发电报。是。